Hello，大家好，又是很长时间没有更新了。我男朋友他，我不知道说失业这个词合不合适，就用他给我的英文的说法，他说 he got suspended from his W2 job。他的公司正在准备给他 official termination letter，估计就是正式失去工作的一个通知。我男朋友他在这份工作应该有3年左右了。我说他说过他最初被这个公司录用是作为卡车司机被录用的，但是后来又转成了做 dispatch 卡车调度。他这一次失业是这样子的，作为他的工作内容的一部分呢，当他遇到了公司的不管是卡车也好，司机也好，有错误、有情况的时候，应该要及时上报，这是他们公司的政策，不及时上报就会导致他被开除。他是这么跟我说的，因为我男朋友他也不会全部跟我讲实话，他会怕我笑他，或者是说他怎么样的。这只是他给我的版本。他说他在单位犯了一个错误，所以被 suspended，即将被开除这样子。这个错误就是说他发现了他工作上的一个错误，其他人或者是某辆卡车的一个问题，但是没有及时上报给公司，大概过了个1-2周之后才上报的这个问题。公司认为这个是严重违反他们公司的政策，所以就要把他开除。但是我男友他自己也是比较无辜，他认为他并没有发现那个问题，他确实是过了1-2周之后才发现有这么一个问题存在。具体什么问题不会，他也没有给我讲。他讲了，估计也是找好听的来给我讲，所以你们也没有必要问我到底具体他在工作中犯了什么错误。总之，他没有及时汇报他工作中的一个错误的问题，导致他被开除。开除之后，suspension 是导致他先被暂停工作，因为他这个公司是非常大的一个公司，他这个单位是非常大的一个单位，而他这个单位的 transportation 卡车运输部门只是他这个大的公司中的非常小的这样一个部门，但他们大公司是有工会的 union 是 unionized。那在美国的人都知道，有工会，你在被开除之前，工会会一再的保护你，试图把这个工作重新给回给你，让你不要被开除这样子。甚至工会会有自己工会的律师来跟你的公司来打官司，来让公司不要开除你。所以他现在就正在他的工会跟他的公司正在 negotiate 他的会不会被开除的这样一个过程当中。虽然对于他具体犯了什么错误，我也没有办法跟大家明讲，其实我都不知道他具体到底犯了一个什么错误，但是我可以给大家讲他公司的另外一个员工，同样也是dispatcher，也是卡车调度员的他的一个同事，在大概半年之前，也是经历了他现在经历的这个情况。他那个公司，他的这个同事调度员，他们同一个公司的，并不是说跟他一样没有发现错误怎么着了，所以被开除，不是。他是因为骂了其中的一个，他作为调度员脾气比较暴，他就讲脏话骂了其中一个卡车司机。结果可能被卡车司机录音了，还有周围有其他的司机有听到，所以有证人。因为他骂人这个事情也是严重违反他们公司的政策，所以当时他的这个同事也是经历了被 suspension，要给他开一个 official termination letter 正式的辞退的这样一个信。但是他工会也是请律师来保护他这个同事不要被公司开除。最后这个同事他自己也威胁公司说，如果你们要开除我，我会自己另外再请，除了工会的律师，我自己还会另外再请律师来起诉咱们公司，除非你把工作还给我。所以最后其实他没有被辞退，他经历了大概2-3个月被停职，最后没有被辞退，工作找回来了，但是他的工作降了一级，就不再是调度员了，可能大概是有回去开卡车了或者怎么样的。本来他的工会有一个职务，那个职务也给没了。他虽然工作是保住了，但是降级，但是工作保住了，就这样子。那我男友现在正在经历这样一个过程，但是我想说的就是，为什么我男友现在的情况跟他这个同事半年以前的情况不太一样？现在他们公司
是属于一个卡车司机过剩的状态，不需要那么多卡车司机，那当然也就不需要那么多调度员的那么一个状态。他说他前2天回公司去就开会，被辞退以后还要开会嘛的时候，发现他们公司的卡车全部大白天都停在那里，根本就没有工作可以做的一个状态。所有司机都没有活干，简单说就这样，所有司机都没有活干，所以跟他这个同事半年以前把工作拿回来，那个时候单位很忙，是完全不一样的这样一个状态。所以我男友他也通过请律师来威胁公司把工作要回来，这个可能性并没有他同事半年以前那么大的这样一个可能性，因为现在他们公司就是没活。但是在美国的人都知道，有 union 的那个公司就会多一层保护，在员工被公司开除的时候会多一层保护。所以他现在要 lost his job because of fault of his own， 因为他做错了事情。他现在如果失去这份工作，他是都不能申请 unemployment， 不能申请失业金，因为他做错了事情，所以他没有资格申请失业金，完全没有收入的这样一种状态。他也有在积极的找其他的，比如说临时的新的一些工作。他甚至还申请了 Lyft account， 想开 Lyft。他开了1天 Lyft 的，大概是1个小时赚了18块钱。他说太少了，他就再也不想开 Lyft 了。Uber 是因为他在很久以前，他曾经有一个 Uber driver 的司机账号，可能因为据他说，是因为很多客户给了他差评，很多乘客给了他差评，所以 Uber 就把他给永久的 blacklisted，他就永远不能注册 Uber 司机账号，这是他跟我说的版本。他现在也有在找其他的公司的卡车调度的工作，但是还没有 confirm。其实我以前有讲过很多关于卡车公司、卡车司机、卡车调度，甚至卡车 owner operator 自己买卡车、自己做生意的这样的视频。我每一次讲这些视频都会被很多人骂，说你自己又不是卡车司机，你有什么资格去聊这些卡车公司的生意好不好？其实我想说的就是说，我接下来要说的关于整个卡车行业的问题，如果你是对于美国卡车司机未来的这个工作是特别 optimistic、特别乐观的这样一个人，请你不要看我后面的视频，因为绝对不是你想听到的东西。所以，与其你给我写这些评论，说我胡诌八扯，卡车司机收入很好了，为什么你要说这么悲观的一些话？那你就不要听我后面要说的这些内容。我男朋友他说他自己大概是14岁到16岁之间就跟他的伯伯什么的学会了开卡车了。我具体年龄不记得，我只知道是他跟我说很多次，大概是18岁还是在他多少岁的时候，这不到20岁，就在美国允许的最早的可以考卡车驾照的年龄，他就考了卡车司机驾照。考完了以后，当年马上就找到了一份卡车司机的工作。就说他在开卡车这个事情上是特别有天分的。他说他已经有差不多30年的卡车司机的驾龄了，就是这么多年来一直做卡车相关的工作，包括卡车调度、卡车维修、卡车司机，还有他自己也当卡车公司的老板等等等等。所有的公司全部都是跟卡车司机相关的工作，在这差不多将近30年的工作经验里，大多数时间都是他是在开卡车，是卡车司机。在我认识他，我是10多年以前认识他，他当年就给我，但我刚认识他，他就给我看了他前1年的 tax return。他在10多年以前给我看他 tax return 的，那个时候他的前1年整整1年报税是13万，收入是13万美金。那你要知道，作为卡车司机这样一个蓝领的工作，在10多年以前，在美国13万美金，你可以想到他当时工作的那个公司是非常大的、非常稳定、收入非常高的一个卡车司机的工作。但是我想说的就是说，卡车司机这个工作在美国有没有辉煌的时代？有，20多年以前，甚至30年以前，是在美国做卡车司机，收入高的、稳定的这样一个工作。但是可能现在就不是像当年那个样子。我当年认识我男朋友，那个时候就10多年以前，那个时候卡车司机真的是非常收入高、工作稳定的一个工作。我已经说过很多次，我男朋友他当时那个工作他是怎么失去的？
他当时认识我的时候，他那个13万年薪的那个卡车司机工作，他在那个公司已经工作了10多年了，也是一个 W2 有工会有 union 的这样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公司。他的这么大的一家卡车公司被另外一家更大的公司给兼并了，兼并之后给购买下来，兼并之后，他们这些老公司的卡车司机就一点一点的被 lay off，一点一点的被开除了，不是说同时被开除，在1年2年之内陆续被开除。他也是非常大的一个 W2 的工会的公司，他也没能保住，因为公司不在，被其他大公司购买兼并了。在我认识他之后1年，他就失业了，失业那13万年薪的工作就没了。之后他一直在陆续找各种卡车司机的工作，他基本上都是找 W2 的工作，而且尽量是找有工会的这样的大的卡车公司的 W2 的工作。他特别对1099卡车司机的工作嗤之以鼻，他觉得得有 401k match， 他觉得这得有那个 pension， 这样的工作他才会去做。他觉得毕竟他自己有这么多年开卡车的经验了，你就说大家都80%-90%的时间他都是在找 W2， 做的是 W2 的卡车司机的工作，在我认识他的这10几年里，但他每一份工作基本都是只能维持1到3年，即使是这么好的 W2 有工会的大的公司的卡车司机的工作，他也都只能做1到3年。但是之前大多数情况并不是像他现在这样子，因为犯错然后要被公司开除。之前他做的每个公司都是公司倒闭了，要么就被其他更大的公司兼并了，要么就公司没业务，没有货可以拉了，就维持不下去了，公司就倒闭了这样子。他现在这个公司很大，我如果说他公司的名字，大概所有美国的人全部都听过他工作的这家大公司。但他这个大公司，他们这个卡车运输部门只是这个公司里的很小的一个部门，而他们这个大公司一直就想把他们卡车运输的整个部门给削减掉，他们想把 outsourcing， 他们想把卡车运输的这一部分业务就是全部都转给第三方的公司，第三方的卡车公司去做运输业务，或者 owner operator 司机自己有卡车的这种去做运输业务，就整个他们大公司就准备整个的剔除这个卡车运输这个部门。这就为什么我之前说他后来回去发现他们公司所有的卡车都停在那里，根本没有人开，就没有业务嘛，就是不忙，没有业务。然后呢，所以因为union 工会的保护，所以他们想要开除这些员工，公司又不用赔钱，并不是那么容易的，并不是那么容易的。然后，所以你即使犯一点点小的错误，公司就想把整个部门的所有的司机全部都开除嘛。所以你即使犯一点小的错误，就是公司都会把你开除，就是因为没有很多的货可以拉，就是不很忙，不很业务，没有很多业务，而且这公司完全可以把这个做卡车拉货的这个工作作为第三方承包给第三方公司来做，自己没有必要花那么多钱去维修卡车啦，需要卡车停车场了，等等等等的。就是说他们这个公司一直就想开除他们这些老卡车司机。然后，所以我就说现在美国卡车司机曾经真的10年、20年以前真的有很赚钱、工作很稳定的时候，但是可能现在就不是那么忙。我再跟大家说一个例子，就是说我男友他的妹妹的大儿子，他是学石油工程的 oil engineer， 海上石油钻井工程。大概就这样，工程师非常好的一个大学专业，毕业以后他就在油井上做石油钻井的这个工程的工作。但是他跟他妈妈，也就是我男友的妹妹说，他自己想开个卡车公司自己拉货，结果他就真的自己买了卡车，自己开了公司自己拉货，就没有继续做他之前那个收入那么高的一个石油工程师的工作，他就不做了，他为了开自己的卡车公司。但是他妈妈，也就是我男友的妹妹，最近跟我男友非常难，他这个新开的这卡车公司非常难经营下去，业务没有他自己想的那么好。虽然他实现了一个他自己开公司的梦想，但是远没有他当初做石油钻井平台上的工程师的收入。当时他大学的学位学的 oil engineer 工作收入那么高，他现在还在努力维持着，但是估计是维持不下去了。
这就是大家说的 owner operator 或者自己开卡车公司。我男朋友他现在还是，毕竟他什么都不会，除了开卡车他什么都不会，所以他失业以后他还是在找一些，而且他的健康保险也快没有了，他的公司给他的健康保险正式停止以后也就没有了，所以他现在也在积极的找其他的卡车司机工作的这样的面试，还有卡车调度员的这样的工作的面试。我会做另外一个视频，I'm sorry，这个视频我完全没有写脚本，如果有冒犯任何人的地方，如果有说话冒犯任何卡车司机，因为可能我说的是比较悲观的一面。如果你现在工作的卡车公司工作非常稳定，货源非常充足，收入也非常，那我也替你开心。所以也希望我说的这些话不要冒犯任何人。像我以前做的视频，就是说卡车司机工作收入不稳定的时候，每次都会冒犯很多卡车司机。如果你有一份稳定的工作，我当然会替你开心。做 owner operator 主要说这个卡车保险，很多人都付不起。这个卡车保险可是成千上万的，这个非常贵。这还是在你没有任何的事故的情况下，你要有事故，那个卡车保险更是上万，你根本都付不起。所以你基本上所有收入全部都用来支付卡车保险公司了，而且没有保险你又不能上路。我会做另外一个视频，我男朋友包括其他的他的朋友家人就问他，你真的就只能开卡车吗？当然你什么除了开卡什么都不会，那你有没有其他想学的技能？他是回答我们说他确实是有想学的技能。我做另外一个视频跟大家讲，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希望大家可以看我下一个视频。